经常看到大家的留言说希望我分享一些改善胸型的运动，有的姑娘想让胸部更丰满一些，也有的姑娘想让胸部小一些瘦一些，那这些真的能通过运动改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来看一下乳房的解剖结构。乳房最主要的组成成分是乳腺、结缔组织、脂肪、包裹和填充域其中，而肌肉是位于乳房之下的，主要包括胸大肌、胸小肌、前锯肌和肋间肌。看到这里，你有答案了吗？嗨，大家好，我是 April。我们胸部运动锻炼到的是肌肉，但由于乳房本身是没有肌肉的，所以通过运动并不能让乳房的罩杯增加。但是胸部运动可以锻炼到乳房基底下面的这些肌肉，会给乳房带来更好的承托力，让它更挺拔，改善乳房的下垂和外扩。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垫高乳腺和脂肪层的作用，类似于隆胸手术的原理，从而让乳房在维度和视觉上增大。尤其是对于胸部 A 杯或者 B 杯的女生呢，会让你的胸部从这样变成这样。那想瘦胸的姑娘听到这里是不是着急了，觉得瘦胸无望了？其实并不是，因为运动可以燃脂，胸的脂肪少了，维度自然就小了。同时运动也会改善乳房的下垂和外扩，让你的胸型从这样到这样。而且这套运动也可以很好的改善副乳和手臂的拜拜肉。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想瘦胸，想让胸部更精致更显瘦的妹子们做这套运动，再加上我之前分享的这一套全身燃脂运动。想让胸部维度变大的姑娘们可以做这套运动，坚持1到2周，你就会看到变化了，胸型更好看，副乳和手臂也得到了改善。好的，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运动。好，首先我们来热身，做一个扩胸运动。双手抬起，略低于肩，往后展臂，同时内收肩胛骨，然后还原。往后打开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感受肩部和胸部的拉伸感，尤其是腋窝和副乳这一块。好，接下来我们做单臂内收夹胸，抬起一只手，肘部与胸的下沿齐高，另一只手放在胸部来感受肌肉的发力。手臂内展时往外呼气，然后吸气，手臂还原。我们要用胸部的肌肉发力来带动手肘尽可能内收，你可以感受到胸部、腋窝附近肌肉的发力。好，换到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记住前胸和手臂都要特别的用力，肘部要用力内收，另一只手来感受和判断自己发力够不够。大家要记住这种发力感哈，因为今天所有的动作大家都要这样来发力，才能最大程度的锻炼到我们的胸、副乳和手臂。不要耸肩，要让自己的肩膀保持远离耳垂。好，我们再来做下一个动作，一只手屈臂，另一只手握拳，让拳头抵住肘部，跟手臂垂直且相互用力对抗。这个动作看上去好像很轻松，但其实2只手臂我们都要非常用力。大家看我的胳膊都在发抖，要用胸肌发力来带动手臂，2个肘部都要用力往里推。好，换到另一侧，2个肘部用力相互推。你做到位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累的，可以很好的感受到前肩，也就是腋窝和副乳这一块以及前胸的发力感。手臂抬起与胸口齐高就好，因为抬太高的话，你就会不自觉的耸肩，造成斜方肌的代偿。好，我们再来一次非常用力的相互推手臂，不要憋气，自然呼吸。不要偷懒哈，要用力，在不耸肩的前提下，用尽你全部的力气，使劲推，相互推。好，换到另一侧，手臂与胸部等高，肩膀往后打开，由胸部发力来带动肘部，用力内推。不要偷懒哈，一定要用力。马上就结束了，大家坚持住，加油！好的，休息一下，再来做下一个动作，俯身交叉臂夹胸。胸部发力带动手臂交叉，并将2个手肘尽量的往远处走。
并在极限处停留几秒钟后，然后还原。你应该能感受到腋窝、副乳和胸部肌肉的发力感。用力夹胸的时候要往外呼气，还原时吸气。这个动作也蛮累的，可以很好的改善胸部外扩下垂和副乳。这里讲的能通过运动改善的副乳是假性副乳。除了假性副乳之外，还有真副乳。真副乳的大小是会随着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的，有的还长有副乳头，那这种呢是需要动手术才能改善的。好，不要停，我们再来做几个强化的连续夹胸脉冲。肘部要用力往外走，前胸和腋窝一起用力往里夹。好，休息一下，下一个动作，胸前并掌挤压并左右滑动，整个过程中手掌根都要特别用力的相互挤压，这样才能更好的调动我们的胸肌来发力。你可以想象手掌根这里夹了一块湿毛巾，你再用手掌根非常用力的把里面的水挤出来。手掌滑向一侧时呼气，还原时吸气。正确的呼吸除了会让运动效果更好之外，在这套动作中还能很好的避免耸肩和斜方肌的代偿，而且对于肋骨外翻也有改善。注意手掌根要全程保持用力哈，不要偷懒，加油！好的，我们再来做下一个动作，依旧是双手合拢，手掌根使劲挤压，然后往上滑动，再还原。注意要往上滑行至手肘与肩同高，并用力夹紧肘部，感受手臂、肩膀和胸部的发力，然后往下滑动。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往上推的时候，两个手掌根都要特别用力的相互挤压。手往上滑动时，注意不要耸肩，要始终保持肩膀远离自己的耳垂。好的，下一个动作，掌心冲上，双臂向前抬起至胸部，然后交替用上侧手臂的肘部碰触下侧手臂的肘窝，手掌内侧可以略往外翻，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用胸肌发力，而不是只靠手臂。同样要注意呼吸，手臂交叠时呼气，往外打开时吸气。注意要用胸部发力来带动手臂完成动作啊，而不是只靠手臂来完成动作。好的，下一个动作，双手交叠，呼气的同时往上抬起，然后吸气还原。肩膀要保持放松下沉，始终想象着让肩膀远离你的耳垂。如果你觉得会累，会控制不住的想耸肩的话，那可以上半身略往后仰，头略抬起，往前上方看，会好很多。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拉伸放松一下胸肌，手扶在腰部，掌心推在背上，往外呼气的同时，尽力往后打开肘部，同时肩胛骨用力内收，你会感受到肩和胸部的拉伸感。
好，我们再来双手交叉在背后，然后内收肩胛骨的同时，手臂慢慢往后伸直，头缓缓往上仰45度左右，肩膀下沉，不要耸肩，感受肩颈和胸部的拉伸感。好的，现在我们来用手拍打一下腋窝周围副乳这一块，从上往下进行拍打，可以促进这里的淋巴循环。副乳形成的原因，除了脂肪堆积、内衣穿戴不当之外，就是腋下淋巴循环的不畅通。好，换到另一侧，轻拍腋下，可以促进淋巴循环，改善副乳。到这里呢，这套运动可以说是结束了。每天1次，2周到1个月就会看到效果。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效果的话，那我们就来到瑜伽垫上，接着完成下面的这2个动作。首先是侧卧单臂撑体，一只手环胸，另一只手放在它的肘侧，收紧核心，由手臂和胸肌发力来将身体推离地面，然后还原。往上起时呼气，还原时吸气。这个动作对紧致胸部、改善副乳和消除拜拜肉效果都很好，大家加油哈！好，我们翻个身，换到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注意手臂往上撑起时要收紧腰腹和臀部一起发力，同时往外呼气，然后吸气还原。如果现在你还撑不起来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放弃，坚持做个4、5天左右就可以了。好了，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膝盖着地的毛毛虫爬和俯卧撑交替进行的动作。如果你觉得俯卧撑太累的话，也可以全程毛毛虫爬。做俯卧撑的时候，手放置在胸的2侧，间距呢要宽于肩，同时手指要略微指向外侧，也就是手臂略往外转一下，这样会更好的锻炼到胸肌，并增加肩胛骨的稳定性。如果2手之间距离特别窄的话，锻炼到的主要是手臂的肌肉。做俯卧撑的时候要收紧核心，肩、臀、膝成一条直线，往上推起时呼气，落下时吸气。好，我们再来连续做几个俯卧撑，这是最后几秒钟了哈，大家坚持住，加油！好啦，动作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婴儿式拉伸，放松一下，身体往地面贴近，深呼吸，臀部尽量往脚后跟上坐，感受前胸、手臂和背部的拉伸感。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运动了，大家都非常棒，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拜拜。